这是英航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航空事故。载满87人的航空客机在高空17000英尺突然失控，挡风玻璃直接爆炸，机长立刻被吸出窗外。年轻的副驾驶拼命控制飞机，最后力挽狂澜，成功将客机降落在最近的机场。而事故的原因你一定猜不到。点赞收藏，跟着坤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。故事发生在1990年6月10日，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从英国伯明翰前往西班牙，机长提姆拥有21年的工作经验，副驾驶埃奇森刚毕业。飞机型号为英国生产的 BAC111，这种机型容易维修保养，经济耐用，飞安记录也特别完美。客机共搭载8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，航程大约需要2个半小时。爬升2分钟后，机长将飞机切换成自动驾驶，他取下安全带，准备放松一下。正是这一举动，差点命丧高空。起飞13分钟后，飞机爬升到了17300英尺的高空，突然意外发生了。一声爆炸之后，机长面前的挡风玻璃在空中爆裂，他瞬间被吸出机外，随即一阵白色的浓雾涌入驾驶舱内部，飞机瞬间失控。副驾驶在时速350公里的强风中拼命控制飞机，根本没空去营救机长。机长被吸出窗外后，强风将他吹挂在驾驶舱顶上，他的双脚卡住驾驶杆向前推，切断了自动驾驶，导致飞机向下急速俯冲。没有任何经验的副驾驶只能硬着头皮靠自己解决这次的危机。飞机从17300英尺的高空急速俯冲，加速到了时速400公里。空哥看到机长被吹出机外，立马跑过来抱住他的双腿。此时的机长不仅要面对400公里时速的强风，还要承受零下17度的低温，可以说是备受煎熬。副驾驶努力平静心情后向航管中心求救，但强风在驾驶舱内呼啸，他根本听不到回应。更不妙的是，客机冲入了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线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和别的客机相撞。而飞机客舱内也是混乱不堪，物品到处游荡，乘客惊恐不安。在一段时间的摸索下，副驾驶成功控制住了油门操控杆。乘务长和空哥将机长的双腿挪开，同时紧紧抱着机长的腿，防止被吹走。副驾驶专心驾驶客机，不断躲避着其他客机，但是机上的紧急氧气持续不了多少时间，他只能尽快将客机下降到不需要氧气的高度。驾驶舱内的空哥空姐正在安抚乘客的情绪，并让他们做好紧急迫降的准备。仅仅150秒，客机已经俯冲到了11000英尺。当飞机减速到时速188公里后，机长被强风吹到了飞机的侧面，其他空哥赶紧跑过来一起抓住机长。不妙的是，机长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，他们依然不放弃不抛弃。副驾驶这是首次独自驾驶客机，没有机长的帮助，他只能凭着记忆操控客机上的仪表设备，引导飞机绕过全球航空最拥挤的空域希斯洛。在与地面失联7分钟之后，航管中心指示他降落在最近的南安普敦，但是这对副驾驶来说难度比较大，因为他并不熟悉这个机场。航管员指示他在机场以西6公里进场。虽然对眼前的机场并不熟悉，但是有了你们的点赞关注，副驾驶很快冷静了下来。他仔细询问了机场的跑道长度以及降落时爆胎了怎么办。几分钟后，副驾驶飞到了机场附近，顺利找到机场的跑道，但是他需要2500公尺的跑道，可这个跑道仅有1800公尺，所以他很是担心。眼看跑道就在眼前，事到如今只有拼命一搏了。上午8点55分，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平安降落在南安普敦机场，救援车辆随即赶来，立刻引导旅客和机组疏散，并将机长抬了下来。但是机长已经没有了生命的特征。就在机组人员垂泪痛哀的时候，机长居然苏醒了过来。
年轻的副驾驶完成了他的飞行使命，打破了飞安时的飞行奇迹。每一位乘客和观看视频的老铁都应该为副驾驶的英勇点赞关注。虽然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人们还是迫切的想要了解事故背后的原因。调查小组来到现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在机身上寻找线索，但机身上除了破碎的挡风玻璃以及窗边的血迹，再无收获。经过一番的调查，最终他们得知飞机在起飞前一天曾在维修厂更换过挡风玻璃，所以调查员决定前往维修厂了解情况。可他们在和维修员的交谈中，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调查员接到了电话，有人找到了飞机的挡风玻璃和30根螺丝钉。经过检查发现，这30根螺丝钉在直径上都小了1毫米，显然并不符合这架班机挡风玻璃安装的规格。螺丝钉都是从舱外进行固定，所以只要螺丝钉的大小不符合规定，挡风玻璃就会在机内的压力下慢慢受损，而螺丝也会慢慢松动。当压力到达了最大值后，就会冲破障碍，导致玻璃破碎。但维修师却很自信地表示，自己绝对没有拿错螺丝钉，还将剩余的螺丝钉拿给了调查员。经过对比，调查员发现安装在挡风玻璃的90颗螺丝钉中，84颗的直径为1毫米，都比标准的小，其余的6颗长度是3毫米，都比标准的短。对于长期从事维修工作的人员来说，这种低级失误实在不该。可为什么维修员会拿错零件呢？调查员对此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经过调查推销，才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。6月9日清晨4点，工程师提早前来值班，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他取下挡风玻璃上的螺丝钉后，却发现原来的螺丝钉太短，于是他来到库房寻找可用的螺丝钉。但飞机即将于7点左右起飞，时间紧迫的维修员并没有参考零件的目录，而是拿旧螺丝钉和库房的螺丝钉直接对比，然后将那款看起来十分相似，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螺丝钉给用了。凌晨的厂房比较昏暗，又加上维修员超负荷工作，在将螺丝钉拧紧之后，他并没有进行切合度确认。那一排小小的螺丝钉正是导致这次飞行事故的罪魁祸首。这样的结果令人唏嘘不已。事故发生5个月以后，机长重返工作岗位，直到55岁退休。副驾驶埃奇逊和空姐苏珊因突出表现而获得了英国女王的嘉奖，获得了荣誉金牌。这次飞行中的每一位机组人员，他们都是英雄，为他们点赞。我是空哥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